还你。还钱？你男人昨晚输了整整500块，白纸黑字，你能拿什么还？我重生了，回到了1988年，刀疤王来找东西抵债的这一天。前世，女儿被带走，妻子跳海。哪怕我后来靠着赶海，成了身家1000亿的海产凤后，也只能守着冰冷的墓碑，孤独终老。我恨啊！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活一回，这一世我绝对要护好他们母女，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林海，你敢跟老子动手？白纸黑字的契约在这儿，你要赖账！你找死！3天内我连本带利还你1000块。但是今天谁敢动手，别怪老子不客气，不信你就试试。好，你有种，老子就给你3天。3天后要是拿不出钱，老子让你们在村里混不下去。我们走。林海，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1000块，你就是把我的血抽干了也卖不到1000块，你不如现在就拿刀杀了我。玉儿，以前我让你们受尽了委屈，但从今天起，那个林海已经死了，以后天塌下来，我用命给你们顶着。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可那1000块债要是还不清，刀疤王真的……别怕，先回家，我有办法挣钱还债。1000块，在1988年确实是笔天价巨款，但作为后世的海产大亨，我清楚地记得，今晚台风驻境，海底暗流涌动，极品红膏蟹会成群浮上魔鬼礁石滩，风浪越大，鱼越贵，我一定要干票大的。别人视台风为鬼门关，但我这个后世的海产大户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这狂风暴雨底下可全是黄金。就是这儿。第一只，好家伙，真肥！5只极品红膏蟹搞定，这品相在后世能卖上千块1斤，现在也是抢手货，留2只给老婆女儿尝鲜，剩下的就是我翻盘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哟，玉儿，大清早还补网呢？我可听人说了，林海天没亮就往海边跑，肯定是怕了刀疤王，自己坐船逃命去了。你跟着林海整整5年，连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没穿过。听婶子一句劝，趁早带着念念走吧。他要是真跑了，大不了我把这条命赔给刀疤，反正我也不想活了，用不着你在这看笑话。我林海的媳妇儿，轮不到你嚼舌根，滚！爸爸，念念肚肚饿，念念可以吃1条蟹腿吗？就1条，念念保证不贪吃。念念，以后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整只都是你的。林海，你老实交代，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膏蟹？你是不是把我的地契偷去卖了？你这是让我们娘俩吃饱了上路吗？说什么傻话！地契在你嫁妆箱子里，我一直没动过。这螃蟹是我昨晚冒着台风去魔鬼礁石滩抓的，我发过誓，以后顿顿让你们吃海鲜大餐。光会说大话，抓几只螃蟹能值几个钱？3天后要是拿不出那1000块，我们全家都要被刀疤王丢去喂鱼。光靠红膏蟹确实不够还债，不过这只是开胃菜，要还清那1000块，还得去抓大货。我记得魔鬼湾那条水中霸王明早该搁浅，明天我就去把这笔横财收了。林海，你是不是又跑去赌了？
我还以为你怕还不上债，又丢下我们娘俩跑了。5年了，林海，你真的变了吗？前世的今天，这里会搁浅了一条罕见的深海大货。今天这条大货，非我莫属。找到了。50斤重的野生龙胆石斑，在88年这玩意儿就是游动的金砖，至少能卖120块。这骨相，这毛色，这竟然是极品赶海黑狼犬。前世我发家后花10万块都买不到。小家伙，以后你就是念念的保镖了，跟我回家。行了，别躲了。我们老大说了，林海的话连个屁都不如。什么3天期限，老大才不信。带走！你们敢过来试试？试试就试试。林海，你这死鱼离水太久，鳃都发白了，肉质肯定早就柴了。老子发善心，20块钱打包收了。还有这2只死蟹，2块钱一只，就当给你个辛苦费。钱老板，你真当我是不懂行的泥腿子，想宰我？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叫假死休眠。鱼鳞粘液完好，鱼眼突出清亮，放回海水里10分钟就能活蹦乱跳。还有这极脂红膏蟹，少于25一颗，你连蟹壳都摸不着。你怎么可能懂这些？我不仅懂，我还知道镇上国营饭店今天办满月酒，急需一条野生大石斑撑眼面。你想20块钱吃下，转手120卖给他们，你这算盘珠子都崩到老子脸上了。哎呦，林老弟，你看你，刚才老哥跟你开玩笑呢。按特级品算，50斤的鱼，1斤2块2毛钱。哎呀，小林，这事儿好商量嘛。这2只蟹1只25，总共160块，少1分，我现在就扛着鱼去国营饭店。行，算你狠，160给你。第1桶金到手，玉儿，这5年你受的苦，我林海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补偿给你。住手！都给老子把脏手拿开！谁敢碰我媳妇儿1根头发，老子今天让他横着出去！林海，你装什么？你今天拿不出钱，老子过来要债，那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老子的规矩！回去告诉刀疤王，老子的债明天中午1分不少砸在他脸上。现在带着你的人给老子滚！再敢踏进我院子1步，老子废了你全家！滚！林海，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些？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抢了？你要是坐牢了，让我们娘俩怎么过啊？玉儿，别怕，这是正路来的钱。你看，这是收购站的票据。我今早抓的石斑卖了110，昨天的2只螃蟹卖了50。这双红鞋，你穿了整整5年，补丁都打满了，早该换了。我怕这只是一场梦，明天你又会像以前一样。妈妈怎么哭了？妈妈不哭，念念在。不会了，从今往后，我就是死也死在你们娘俩前面。相信我，以后有我在，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们。这小家伙是？这是极品黑狼犬，等它长大了，我出海赶海，它就在家里保护你们娘俩，看谁还敢来砸我们的门。他也是个小朋友呢，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长大。买家用花了60，现在手里还剩下100块，光靠抓鱼摸蟹，含着1000块赌债还远远不够。我记得上辈子这块海域的深水区有一艘废弃渔船，那儿肯定有宝贝。明天老子要潜入深海干一票大的。
野生大黄鱼，这可是80年代的海中软黄金啊！看这体型，起码有3斤重，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想要老子的命，没那么容易。哈哈哈哈哈哈！憋死老子了！刀疤王，今天就是我们算总账的时候。沈玉，听说你男人昨天在码头卖鱼发了一笔小财，老子改主意了，今天连本带利我要1200块，少1分都不行。不是说好3天吗？你这是明抢！老子就是抢！林海，救命啊！放开他！要钱是吧？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我操，真是野生大黄鱼，还他妈这么大个头！普通的野生黄鱼顶多1斤，老子这条足足有3斤重，收购站价1500块。刀疤王，拿它抵你那1200的烂账，账清了，给老子放人。账清了，但人身上的账没算。刚才是谁碰了我媳妇，自己站出来。我道歉，我道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永远不是泰山，我该死，我再也不敢了！林海，算你狠！这鱼我带走，账清了，兄弟们，走！林海，你知不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每天做梦都在怕念念被抢走，我以为我们这辈子只能烂在泥里等死了。5年了，你终于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样护着我们了。玉儿，以前我让你们受尽了委屈，但从今天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算天塌下来，我也用命给你们扛回去。这里面有东西。极品珍珠，这玩意儿珍贵着呢，这么大的一颗，少说得100多。这么多极品珍珠，老天真是不薄待我。不知道这最大的蚌里藏着什么宝贝。特级赤血珠，在后世这玩意儿起码价值轻了，但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赤血珠只要一现世，这片海域的土地王黑哥绝对会闻风来抢。不过重活一世，这片海老子说了算。特级赤血珠，前世在湘江拍卖行，这玩意儿起拍价就是100万，这穷镇子没人买得起，先收着，以后去市里再拿它换作金山。明天先把这些小玩意儿卖了，给玉儿和念念改善伙食，补补身体。哎呦，林兄弟，野生大响螺、鲜活红腮老虎斑都是大饭店抢着要的稀罕货。废话少说，直接过秤，我急着给我媳妇儿买东西。好嘞，一共125块，以后好货可得先紧着我。只要价钱公道，少不了你的。去，要饭去后家，一身鱼腥味儿，别弄脏了我这金贵的柜台。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子是来砸钱的，还是来要饭的？色如白玉，质如羊乳，直径全超过18毫米。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特级珍珠？海里的规矩不问出处，给个痛快价，吃不下我换别家。吃得下，绝对吃得下。小兄弟，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这10颗极品珍珠我出1000块包圆了。1000块可以，但我有个条件。您说，我要700块现钱，剩下的300块全给我换成全国粮票、布票和肉票。肉票也要这么多？你家吃得完吗？少废话，老子就是要让我媳妇和女儿从今天起，天天穿新衣，顿顿吃大肉。哟，这不是林大赌徒吗？今天不去码头捡破烂，跑这儿开洋席呢？咱们这儿可不赊账。把那个420块的大马力挂机，还有那顶30块的进口加粗尼龙大网，给我拿下来，再拿2床最软的棉被。这些票全换成精米、精面和猪肉。林海，那可是出深海捞大鱼用的，
有钱付吗？点点，少一分，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哎呦，林老板，您瞧我这狗眼，我这就给您包起来，保证叫车给您送货上门。等等，把那2件裙子也包起来。好嘞，林老板对媳妇闺女真舍得，您媳妇真是掉进福窝里了。林老板，货送到了，一共630块，您清点一下。我的老天爷，林海买得起进口挂狗？你看那些精米精面，村长家过年都吃不上啊，他这是抢了银行了。林海，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哟，玉儿，孩子这是发大财了。这进口管衣，先借给三叔家用几天，自家人，你肯定不会小气吧？孩子，咱都是一家人。你堂弟明天要去远海下地笼，这挂机和网三叔先拉走用了，等他赚了钱，分你2条鱼炖汤。三叔，这不行，这是林海去深水区打大货的命根子，给了你就拿不回来了。我们一家靠什么吃饭啊？呸！老林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我们才是同气连枝的一家人。孩子现在有钱了，你识相的赶紧滚回娘家去，别在这儿碍眼。老家伙，你胡说八道什么？上个月玉儿在红树林陷进烂泥滩，你就在10米外挖沙虫，连根树枝都舍不得地。现在看老子买新机器了，你跑来攀亲戚，你配吗？大家伙快来看啊！林海不顾念亲戚死活了，发了财就不认长辈了，连个机器都不借呀！借？你家借我家的米免柴油，哪一次还过？我林海的东西，就算是扔进海里喂狗，也不会给你用。呸！这老三真不要脸！以前看林海穷就当瘟神避着，现在看人家发财了就明抢，见死不救还借机器，脸皮比鞋底还厚。现在带着你的脏手给老子滚！再敢多看这机器一眼，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林海，你狂什么狂？台风马上就来，就你家那风吹就倒的破烂土房，我看你们今晚怎么过！爸爸，这被子好软好暖和，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挨冻了？对，以后念念和妈妈天天睡热被窝，再也不挨冻了。林海，你今天花这么多钱，要是过2天出海打不到大货，咱们往后可怎么过啊？玉儿，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去跟念念把新裙子换上，让我看看。你这傻子，花这冤枉钱干嘛？我一个天天赶海的渔夫，穿这干啥？我疼自己媳妇儿，怎么算花冤枉钱？你嫁给我受了5年苦，以后我要让你成为全村女人最羡慕的人。这是今天剩下的粮票肉票，往后咱家顿顿精米白面，天天吃大肉。这么多？玉儿，我说过，我会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的。念念，快去换上。谢谢爸爸，念念有漂亮小裙子啦！前世记忆里，今晚不仅有12级大台风，还有10年一遇的满潮倒灌，家里这扇破木门根本顶不住。玉儿，抱紧念念待在床上，今晚不管听到什么动静，千万别下地。是不是风暴要来了？我不上床，我帮你一起搬沙袋顶门。我虽然力气没你大，但绝不当你的累赘。胡说！你什么时候是累赘了？今晚风浪大，有男人在，轮不到你顶在前面。好，护好念念，就是帮我最大的忙。林海，风太大了，你千万当心！玉儿别怕，门马上就封好了。我不怕，只要有你在，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上一世就是这扇破门被台风轰塌，冰冷的海水淹了半间屋子，害得玉儿和念念在咸水里泡了1夜，落下了严重的病根。这一世，只要我林海还有一口气，一滴雨水也别想沾到他们的脚尖。风浪再大又如何？这一世，只要我林海还在，阎王也别想毁了我的家。林海，你流血了。刚才风吹得那么大，我真怕这屋顶塌了把你砸伤。
以后这种危险事儿，你别一个人扛，让我帮你分担点儿。这点皮外伤不算什么。我说过，只要有我林海在，这天就塌不下。3层硬木杠锁着，阎王也得给我老老实实撞墙。玉儿，让你们娘俩住这破房子受惊吓，是我没本事。等过了这段台风季，我就把这破屋子推了。推了？那我们住哪儿？我带你和念念去市里买那种带方风厚铁门、带抽水马桶的钢筋水泥大洋房，以后就算天塌下来，你们娘俩也在安乐窝里吹风。林海，我不稀罕什么大洋房，我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过，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信。玉儿，捂住念念的耳朵，别下床。滚开！滚开！我们被发现了！黑龙纹身，镇上鱼霸黑哥手底下专偷渔具的水老鼠。海上的规矩，断人船具等于谋财害命。黑哥敢砸我的饭碗，这笔账我记下了。明早得赶紧找个泥水匠，把这院墙加高2米，上面全插满碎玻璃，免得什么老鼠都能钻进来。林老板，不是哥几个不给你面子，刚退大潮，这地基全是软泥，要裸青石墙，得先挖半米深的烂泥，这活太费腰了，今天真干不了。赵师傅，我知道这活遭罪，但这墙我今天必须立起来。工钱按平时的3倍结，中午我媳妇儿亲自下厨，加只肥鸡给大伙红烧下酒，干不干？干！林老板这么仗义，今天兄弟们就是拿手刨，也把这烂泥给你刨干净，大伙抄家伙开整！我的天，老爷，修个院墙给3倍工钱？可不是嘛，村长家盖新房都没他这么阔绰。这林海真是发了海财了。赵师傅，大伙儿先歇把手，吃口热乎的。林海特意去镇上买的新鲜大肥鸡，大伙儿就这大馒头，千万别客气。哎呀，林老板娘，您这手艺绝了！我们去县里大工厂干活，也吃不上这么香的肉啊！林老板娶了您，真是福气。妈妈，这鸡肉好香好甜。慢点吃，别噎着。你爸说了，以后咱家天天吃肉，再也不让我们饿肚子。作孽哟！那么金贵的鸡肉，居然拿来喂甘苦力的。这林海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呸！得意个屁！把院子垒成铁桶有啥用？海上的风浪不认石头。黑风礁底下的死亡海沟，水凶的能把船卷进去。老一辈渔民宁愿饿死都不去那儿。但上辈子我记得，这块可是极品锦绣龙虾的老巢，要想带玉儿他们翻身进城，这趟必须去。林海，咱家现在不缺吃穿，你可千万别去黑风礁，那地方掉下去连骨头都飘不上来啊！玉儿，这点钱顶多在村里不用看人眼色，可我想带你和念念去城里，住那种带抽水马桶的大洋房。放心，那片海我闭着眼都能摸透。
乖乖，这大马力挂机得值100多呢，赶紧缴下来，顺便把船体凿个窟窿，送林海去喂王吧。黑哥养的狗都敢跑到老子船上撒野了？今天老子心情好，滚回去告诉黑哥，手别伸太长。野生锦绣龙虾，看这成色，起码有7、8斤重，送去市里的大酒楼，少说能卖5000块钱。林海，你小子最近挺能折腾啊，还特意砌墙防我。我防的是专偷人渔具的水老鼠。黑哥这是认了他们是你派去的，少跟我扯淡。老子告诉你，在这片海，哪怕你捞出来一根海草，都得跟老子姓。现在马上把你船上的大龙虾，还有兜里的钱，全都给我扔过来。敢说半个不字，你今儿可就别想走了。上辈子我在大海上跑了几10年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一个镇上的土流氓，拿把破鼠冲也敢在老子面前玩命啊！今天，老子就拿你祭船！怎么半天没动静？去上那艘破船看看，林海那小子是不是吓得跳海跑了？黑哥，那小子手黑得很，连刀疤王都被他打过，要不咱们还是小心点。废什么话！老子手里有喷子，他敢冒头，老子还收拾不了他！快去！黑哥，没。林海，你找死！死狗，老子先崩了你！黑哥，你刚才说要谁的命？林老板，林爷爷，是我没长眼，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前面就是阎王礁，你们的船油漏没了，自己用手划回去，能不能划出这片礁，看你们的命。龙涎香，抹香鲸留在深海的大宝贝，看这颜色和大小，绝对是极品，发了！林海，老辈人都说龙吞土见血光，这东西太招摇了，我把它塞进破布里包紧，用腥味盖住香味，免得有人为了抢东西害命。月儿，咱们躲躲藏藏的日子到头了，明天我就拎着这个破包直接去市里最大的堂口。可是，万一有恶霸盯上你怎么办？你一个人斗不过他们的。盯上我，那就叫他有来无回。我干了60年，头一回见颜色这么好的龙虾。林兄弟，5000块，这只龙虾我留下了。慢着，西瞎子，这虾我要了，明天正好拿去给省里的大人物铺路。虎哥，这不合规矩啊！规矩，在这块儿，老子就是规矩。把龙虾带走。小子，拿2包烟，滚回你的渔村。老子看上的东西就是老子的。
这烟我抽不惯，我临海的货你还没资格还。现在让你的人把虾放下，然后从这里给我滚出去。林爷，是我这双狗眼认不得真神，您放我一马吧。齐老板，这就是你们市里海商会做生意的规矩，我看也不怎么样。林兄弟，林爷，是我招待不周，这1000块是我自个儿给您押金的，这锦绣龙虾我6000收了。对了，我这儿还有个东西要卖。这是香中之王极品龙鲜香。林老弟，我实话跟你说，我就算把这个店都卖了，也买不起他的一只脚。市里没人能收？那哪能啊！您今天真是来对时候了，正好有一位湘江来的大老板，专门过来给家里重病的老爷子找龙蟹香救命，您2位绝对能说到一块儿去。好东西，这绝对是深海出来的好货。小兄弟，我开5万现金，外加2万元的香币兑换券，我全部包圆了。香币和兑换券我不要，全换成钱，少1张，这东西你都带不走。放心，我这就提钱。我的天，老爷啊，这玩意儿不光贵，还得有专门的票才能买到吧？林海他这是把沈玉当城里的大富太太养啊，那几大卷洋布也不便宜呢，够做几10身新衣裳了。林海，这俗润机和洋布，还有金链子，得花多少钱啊？太贵了！哎呦，我的好侄儿啊！你堂弟正好这些天托媒人说媳妇呢，非要3大件才松口。这台缝纫机，你借三叔抬过去当个彩礼，给咱老林家充充门面。一家人，去年玉儿的脚被卡在礁石缝里，我急着去开你的船救命，你为了省那点柴油，死活不给摇板，现在跟我舔着脸说一家人，倒是不是没有油了吗？滚！海子，不好了，南码头进贼了！刚下过暴雨，咱们村里好几条船上的大马力机头还有渔网，全让人用铁剪子给绞断偷走了。玉儿，看好家，带念念进屋。我们现在就去南码头。都是一个村里的，谁下这么狠的手？这不是咱村人干的。孩子，你怎么就能看出来？你看，咱村里人偷东西喜欢用大铁剪子硬夹，断口是往里憋的。你再看这断口，又平又滑，这是外海那些水老鼠在水底下一刀斩断的，竟然还有这门道！不止呢，还有这水面上浮着的白泡，不是死鱼沫子，是外海潜水服上涂的防水油。这帮水匪早盯上南码头了，但今天正好是15天一回的逆向回潮，那些东西重，靠人力在水里拖不远，这帮贼肯定没上岸，还在海槽子里躲着。这都是不要命的贼呀！他们把东西吊在这儿，烤干衣服，肯定就要开船跑了。孩子，咱们快回村叫人去找海上巡捕吧。这里离村子太远，来不及叫人了。我留在这里拖住他们，你去请巡捕。你一定要小心啊！敢偷大家吃饭的家伙，今天我得让他们知道，这片海上到底谁说了算。哪个不长眼的挡老子的道？信不信老子撞沉你？哼！
砍断的网被卷进死窝里了，你怎么知道这涨潮有死窝？这片海什么脾气，我闭着眼都能摸清楚。今天犯了我的晦气，算你们倒霉，乖乖等巡捕吧。孩子，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帮咱全村保住了饭碗。这1000块奖金是你应得的，拿着。林海几天前还是个烂赌鬼，现在咋成护海英雄了？谁说不是呢？风水轮流转，林家这回真是翻身了。念念看，你爸爸多神气！爸爸是大英雄。哟，玉儿，你男人现在可是大红人，天天往镇上跑。听婶子一句劝，你连大字都不认识，早晚被给踹了。婶子，林海不是那种人。哼，男人兜里有了钱，哪有不变坏的？字儿都不认识，以后哪儿帮得上林海？滚！再让我听见你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别怪我翻脸。玉儿，别听他放屁，这是镇上最好的夜校，我给你和念念都报了名。我都这个岁数了，去认字儿不得被笑话呀？而且这学费肯定很贵吧？咱还是退了吧。谁敢笑话你，我撕乱他的嘴。玉儿，我不光要让你过好日子，还要让你堂堂正正认字读书。以后我干大买卖，咱们家的账只能让你管。妈妈不哭，念念陪妈妈一起读书。我一定好好认字，不给林海拖后腿。林海，去村委会承包海域可是大事，这是我昨晚熬夜赶的新衬衫，你穿上看着精神。只要是我媳妇儿做的，怎么穿都精神。等今天把海域拿下，咱们家离住大房子就更近了。别贫嘴，承包海域要花不少钱，你心里有底就行。放心吧，我不做亏本买卖，你在家安心等着当老板娘。孩子，承包大会一会儿就开始了，不过你得留个心眼儿。今天黑哥也去，听说你俩有梁子，你好好想想，今天还趟不趟这趟浑水？哦，他想专门堵我。哎，看你最近风头正盛，黑哥估计是盯上你了。上辈子东区浅水湾爆发赤潮，只有深水海域能出极品大鲍鱼，管他什么黑哥绿哥，这片深水区老子今天拿定了。村长，这热闹我去。孩子，你要是真想包，东区那块浅水湾我看着就挺好。再不错那也不是临海的，这块浅水湾老子出1000块，我看今天谁敢跟我抢。你要是不打算要，我是想争一下的。这浅水湾我跟我婆娘都觉得不错。村长，听我一句劝，这浅水湾水温不对劲，下个月肯定有大赤潮，你还是小心点。赤潮？孩子，你最近确实懂得多，我听你的，这地我不要。放屁！临海，你当老子3岁小孩？你编瞎话就是想把大伙吓跑，自己偷偷捡便宜吗？村长是个好人，我才好心提醒一句。至于你非要往火坑里跳，我也没打算拦着。还跟老子玩激将法？老子出1500，这浅水湾老子今天包定了，你别想得逞。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想要拿去就是。这块废弃的深水湾底价200，还有谁要？说这地方水又冷又深，能养活什么东西？就是200块也是钱啊，谁愿意亏这本？这深水湾我包了。他居然要去包一块废水，咱这大英雄过惯了穷日子，一有钱就疯了吧？到底谁疯了？1个月后自有分晓。林海，跟我玩心眼儿，现在傻了吧？200块包个深水坑，我等着看你投进去的苗全死光。记住你今天这副样子，等1个月后你投进去的苗全都得变成一堆烂肉的时候，别来求我。林海，村里人都说深水湾水太冷，根本养不活东西，笑话你赌气包了个死坑。你也不信我？不，你是我男人，我不信你信谁？我是想说，不管别人说什么，还有我们娘俩在呢。这些钱是我之前给人捕鱼网攒的，你尽管拿去用。这是念念的压岁钱，爸爸拿去用。我什么时候要靠你们接济了？放心吧，深水湾水温低，水流急，正好能躲过赤潮，那地方最适合养极品鲍鱼，最多1个月我们就能大赚一笔。爸爸最厉害，爸爸说什么都对。对，明天咱就去撒苗。爸爸不光要赚大钱，还要让全村人都羡慕咱们念念和妈妈。
哟，林大老板，还真把你这点老婆本往这冰水坑里揉啊！我东滩的苗都已经长了一大圈了，你这些苗投下去，今晚就得全死光。林海，黑哥，操心别人之前，先管好自己。上次在阎王礁靠双手硬划船回去的滋味，这么快就忘了？林海，你别狂，等我东滩这批货出了手，赚了大钱，老子第一个拿钱砸死你！黑哥，不好了，东滩出大事了！黑哥，东滩的水变红了，全是死鱼的臭味。镇上的技术员去看了，说这是赤潮要来了。吃什么潮？不就是水有点浑吗？去镇上买几箱杀菌药水倒下去就行了。林海，你少在这看笑话，等我的鲍鱼捞上来，照样拿钱砸死你！开船！药水要是能治赤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破产。黑哥，你这次完蛋了，全死了，真全死了！我那1500块的苗啊，1分钱都没剩了。黑哥这好地儿都赔光了，林海那破坑还能剩个屁？不行，我得趁他不在，编个理由去把那台缝纫机搬走。极品深水鲍，我的老天爷！现在全镇的鲍鱼都因为赤潮全死光，各个酒楼都断货了。500斤，要吗？林兄弟，你这批货真是救了我的命了！现在价格涨了10倍，这500斤鲍鱼我5万块全要了。这是现在城里最流行的手表，林兄弟要是想买，我这儿正好有张表票，送给你，就当交个朋友。以后你那儿的深水拜可得先卖给我啊。好，玉儿晚上要去夜校，看钟太费眼睛，有了手表以后看时间方便，也省得着急忙慌的怕迟到了。走，进去把那台缝纫机给我搬走抵债。三叔，什么抵债？林海什么时候欠你钱了？这是他给我买的，谁也不准动。他上个月欠我2块钱买烟，我看这台缝纫机刚好够还账，动手。欠条在这儿呢，他现在那个破水坑赔得1分不剩，当然得拿东西抵债。那上面写的根本就不是林海的名字，拿张假欠条就想糊弄我，这院门你们别想进。哟，你还认字了？那我不管，可能是拿错条子了，反正林海就是欠我钱。慢着，林老三，你太过分了！孩子刚给咱村保住了设备，你趁他不在家欺负孤儿寡母，还要不要脸？就是林海现在可是咱们村的功臣，你们这帮亲戚心太黑了。欠条都没有，空口无凭。平时嘴上说2句就算了，林海要是真赔了，你这会儿拿人缝纫机不是添乱吗？等林海回来再说吧。今天谁来都不管用。林海不在，你们敢进去，我跟你拼了！怎么，你还敢冲撞我这个长辈不成？谁敢动他一下，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我就去供销社买块表的功夫，家里就闯进来一群闹事儿的。我的老天爷，一块得好几百块钱，还得要专门的票呢。买得起这么贵的金表，林海何止是没破产啊，他发大财了！不可能，黑哥都赔光了，你那个破水坑怎么可能赚到钱？我不管，你欠我2块钱买烟是事实，今天必须拿缝纫机抵债。欠债？好啊！这钱都堆成山了，孩子，你那水湾发财了！三叔，钱在这儿，把欠条拿出来。我哪有欠条，就是口头借的，拿不出欠条还敢来我这里要东西？村长，大伙儿都看着呢，让巡捕来把这几个人抓走，快把这几个混账东西给我捆了，送镇上巡捕所。孩子，我错了，我是你亲三叔啊！带走。玉儿，怪我回来晚了，吓坏了吧？只要你回来就行，你放心，以后我也不光会掉眼泪了。你不在的时候，这门面我替你撑着。我媳妇儿好样的。那爸爸是大英雄。这小破船装不下我家里的好日子。上辈子我记得外海有马交鱼汛，干完这一漂，我就去换一艘大船。林海这个混蛋，害得我在浅水湾赔光了钱。黑哥，打听清楚了，林海那小子连夜捕网，
明天一早要出远海，肯定是盯上了马鲛鱼。哼，马鲛鱼，好啊！你去，连夜把全镇的冰块全给我买断，我这次要让他的马鲛鱼全臭在船上。哟，林大老板，准备去外海捞马鲛鱼啊？黑哥，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今天把全镇的冰块全买断了。马鲛鱼出水半小时没冰就会发臭，没有冰，你打多少鱼都得臭在海里，你就等着亏死吧！哈哈哈哈！哎呦，马鲛鱼娇贵的不行，根本就离不开冰啊！黑哥心太黑了，这是要把林海往死里逼呀！唉，谁说不是呢？海子这次怕是真完了，真打上来也是一堆臭肉。林海，你别听他瞎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骑车去隔壁镇，就算求人，我也给你把冰块拉回来。傻玉儿，我林海的女人，这辈子都不用去求任何人。可是，黑哥，你以为几块破冰就能拿捏我？你给我看好，今天我不用你一块冰，照样能把满仓的黄金带回来。起航！黑哥还真以为没他的冰块我就干瞪眼。上辈子跑远洋的土办法，垫上泡沫板，粗盐加海水，照样能冻得结结实实。这满仓的横财，老子收定了。林海这小子去了大半天，就算真捞上鱼，这会儿也早臭了。等会儿看他怎么跪着求我。就是，没咱们的冰，他打多少都得烂在船上。林大老板，带回来多少臭鱼烂虾呀？掀开让大伙儿闻闻臭味儿。你们闻到了吗？这鱼一点都没臭，新鲜着呢，真邪门！没用黑哥一块冰，也能把马鲛鱼保存这么好，这一船金疙瘩得卖多少钱啊？我不用你的冰，照样拉满仓回来。你高价收购的这些冰，留着化成水吧。有货又怎么样？我看谁敢买！这不是市里最大的海产操购商李总吗？李总都过来了，那我们岂不是连买家都不用找了？极品马鲛鱼，肚子没破，保鲜还这么好，我们酒店正急着要呢。兄弟，这满仓的货我按最高价全收了。我不管你是谁，在这儿就得懂规矩。今天你敢收林海一条鱼，老子保证你混不下去。跟我动粗？呵呵，你去市里打听打听，第一造船厂是不是姓李？这码头上的大船有一半是我家造的，你算老几敢砸我的车？林兄弟，这满仓的马鲛鱼，我出10万块现金全包了。李总，听说你们厂造渔船，我想在你那儿买艘大铁船。林兄弟，不是我瞧不上你，我们厂的造的都是出远洋的大船，最便宜的也得30万，你手里这10万，怕是不够啊。哈哈哈哈哈！听见没，林海，拿着10万块钱就想买大船，买个船底还差不多，真是没见过世面。这是特级赤血珠，这可是好宝贝啊！不可能，还有个打鱼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林兄弟，这颗珠子在市面上最多值20万顶天了，加上你手里的10万，我做主，把那艘30万的大船卖给你。李总，我想要的是你们船厂修的标价50万的铁船，你这钱加起来满打满算35万，离50万差得太远了。况且那船有点毛病，还在厂里改着呢。我听人说，那船只要往右边打满舵，船身就歪得厉害。
根本不敢往深海里开。神了，林兄弟，你连图纸都没看，怎么知道水舱偏了？这毛病愁了我们厂大半年了。那是底下培重没弄好，你听我的，只要把底舱的水舱往左后方挪2米，重新画吃水线，肯定能行。这个法子够不够抵那15万差价？哎呀，还真是，林兄弟，你给我家造船厂解决了个大麻烦呀！就冲你这个法子，那船卖给你了。林兄弟，30万的船也够用了，你为啥非得买那艘50万的？妈妈，我媳妇儿身子弱，坐小船容易晕，我闺女还小，受不了海上颠簸。只要能让他们娘俩在海上站得稳，不遭罪，别说多花10几万，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啊，海哥，爸爸真厉害，念念要坐大船啦！前世我空有1000亿身家，却只能守着你们的墓碑孤独终老。这辈子50万的铁船算什么？我要用这片海，为你们娘俩打下一座真正的商业帝国。林兄弟，你交代的底舱、水舱位置，我们厂里的老师傅连夜往左后方挪了2米，吃水线也重新画了。昨天我们开外海试了一圈，打满舵一点都不歪，稳当的很。李总办事，我放心。海哥，这铁船也太大了，这得装多少鱼啊？咱们真能买下这个大铁疙瘩？这还要多亏了那颗赤血珠。月儿，这艘船就是咱们家出海挣钱的底气。林兄弟，这船还没起名字，这儿有一桶红漆，你亲自给这船提个名吧。这船是用咱们家的全部家当换来的。余念好，海哥，念念善字，余念好。这里有妈妈的名字，也有念念的名字，这是我们家的船。走，上船，咱们开新船回家。海哥，这铁船开起来真稳，一点都不晃。以前坐那艘木船一直想吐，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那是当然，这船底盘重，抗风浪，以后你和念念在船上，就算遇到大风大浪，也稳稳当当的。那是谁家的大铁船？开错地方了吧？咱们这破码头哪停过这么大的船？不对，你看船头上站着的人，那不是林海吗？我的老天爷！这得是市里大老板才开得起的船吧？林海这是真发大财了，这铁壳子撞上焦牙都不带留印子的。他妈的，这小子凭什么能开这么大的船？老子在镇上混了这么多年，连个铁皮船都没混上。黑哥，林海现在惹不起啊，连市里造船厂的李总都护着他。少废话，给我死死盯着他，我就不信他没有落单的时候。算算日子，今天正好是大退潮，魔鬼湾死角那个平时藏在水底下的石洞，今天应该能露出来。那里面的极品血珊瑚也该现世了。海哥，这大新船刚开回来，你不在家歇一天，又要去哪儿？月儿，今天是个大日子，海里有一样好东西，今天去拿最合适。你带着念念在家，把新船的船舱打扫一下，我开小艇去就回。那你自己当心点，早点回来吃饭。放心吧。黑哥，林海没开那艘大铁船，开着小艇往魔鬼湾那边去了。魔鬼湾那边全是暗礁，他一个人跑那儿去，肯定是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开快点，跟上去！今天他找到什么，老子就要什么。是。再有半个小时，这里的潮水就会退到最低点，我得提前下去，赶在水流最急之前把东西弄上来。跑啊，怎么不跑了？林海，你小子手脚挺快呀，把网兜里的东西交出来。黑哥，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少废话，赶紧把东西扔过来，不然今天连人带船给你砸烂。哼！黑哥，我劝你现在马上掉头往外开，这地方是死角，马上就要大退潮了。你那快艇吃水深，再停在这儿，马上就会搁浅。哈哈哈哈哈哈！
你少拿这话吓唬老子！你一个小木艇都能停，我的快艇停不了。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你别想走！动手！开船，给我撞过去！黑哥，不行啊，螺旋桨卡在石头缝里了，水推得太快，船底完全卡死了，动不了了。林海，林兄弟，大哥祖宗，求你帮帮忙，用你的船拿绳子把我这船拉出去，不然我们就完了。刚才不是还要抢我的东西吗？你就在这儿慢慢等涨潮吧。不能等啊！这地方一涨潮就是死漩涡，船会被打翻的。林兄弟，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你行行好，拉我一把。我这小艇不可能拉得动你，你等等吧。喂，巡捕所吗？我是南码头的林海，魔鬼湾死角那边有人开快艇想抢劫我，现在他们的船搁浅在暗礁上了。对，就是黑哥那伙人。你们别过来！哥，我站不住了。巡捕同志，你们抓错人了，我没抢劫，是林海。那个雪山湖是我先发现的，是林海抢了我的东西，还故意把我的船挤到暗礁上的。我们已经派人去现场看过了，你快艇底下的刮痕还有礁石上的痕迹，证明是你自己开船撞上去搁浅的。而且林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雪山湖是他一个人潜水捞上来的。他胡说，你们不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别不识好人心了，人家还通知巡务所救了你呢，还在这儿污蔑人家。证据确凿，你涉嫌寻衅滋事和意图抢劫，马上拘留。完了，颜色纯正，个头也大，没有一点损伤。林先生，这株雪珊瑚我出15万块钱买下，成交。哈哈哈哈。林海啊，看上这车了，这可是咱们镇上唯一的一辆边三船，刚进的货，拉风的很，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多少钱？连车带手续，一共要8000块。钱都在这儿，这车我要了。好嘞，林老板真是痛快。主任，你们这儿有进口的彩色照相机吗？有，昨天刚到一台日本产的，带胶卷，3000块。一起拿了。这是什么车啊？还有3个轮子。那是边三轮。这林海买了大铁船，现在又买上这么贵的摩托车，真是叫人羡慕。努力干，也学学人家林海。海哥，这车开得太快了，我害怕。哈哈哈哈！别怕，抱紧我。玉儿，站到车旁边，我给你和念念拍张照。这样行吗？好，笑得真好看。哎呀，海哥，你看这张拍得多好，念念笑得多开心，这颜色真鲜亮。是好看，以后咱们多拍点。海哥，我有个主意，咱们家现在不是准备在镇上摆了个海鲜摊吗？对啊，怎么了？咱们把这张全家福拿去镇上放大，做个大相框，直接挂在咱们家海鲜摊位前面当招牌。挂照片当招牌？对啊，别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咱们家日子过得红火，这说明咱们家的海鲜卖得好，靠谱，这叫实力证明，肯定能招来更多客人，还得添上字儿呢，就叫林氏海鲜。哈哈哈哈！玉儿，你这脑子转得真快，你这简直就是个商业天才啊！就按你说的办。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连边三轮都买上了，这说明他家海鲜肯定新鲜实在，不然哪能赚这么多钱？就是，买海鲜就得找这种实力的老板。走，去他家看看。大姐，您的鱼拿好嘞，下次再来啊。
玉儿这个招牌主意真绝了。不过这镇上的集市还是太小了，一天撑死也就赚个几百块，装不下我林海的胃口。听说了没？今天又有2条船去龙王沟那边下网，结果网全被底下的暗礁挂烂了。那地方水流血邪得很，谁去谁倒霉。龙王沟，我想起来了，上辈子就是在这个月，市里有艘大船在龙王沟外围瞎猫碰死栗子，捞上来一条惊动全市的大货。算算时间，那条大货现在应该还在龙王沟的深水区里转悠。林海，想什么呢？这么出神？玉儿，等我明天从远海回来，咱们就彻底离开这小镇，进市里买带抽水马桶的大洋房。就是这里。好家伙，力气真大！今天老子非把你拉上来不可！百年金鳞石斑鱼王，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发财了！我记得上辈子这条鱼可是卖给了一位大老板啊！小子，运气不错啊！这条鱼老子出1000块，要了！1000块，雷老板，你这是买鱼还是抢劫？抢劫？小子，你刚来市里混吧？去打听打听，这中心码头是谁的地盘？我雷震天出钱买你的鱼，那是给你面子。1000块，够你在乡下盖3间大瓦房了。做人别太贪心，见好就收。雷老板。我这条是300斤的百年石斑鱼王，可遇不可求，1000块钱连个鱼尾巴都买不到。我把话放在这儿，10万块，少1分都不卖。10万？你真是穷疯了！老子告诉你，今天除了我，这码头上绝对没人敢收你的货。鱼离了水活不了多久，等鱼死了发臭，你1分钱都捞不着，还得倒贴运费。这就不劳雷老板操心了。我这大铁船底下是专业的活水池，这鱼养上10天半个月，照样活蹦乱跳。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这艘船给我围了！我看今天谁敢买他的鱼！这外地来的小子要倒大霉了，雷老大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狠。哎，可惜了那条百年大鱼，今天肯定要砸在手里了。雷老板，既然你嫌10万块太贵，那咱们就按做生意的规矩来。你干什么？在这摆带场啊！各位老板，今天这条300斤的百年金鳞石斑鱼王，我林海就在这码头上公开竞拍，打开门做生意，公平交易，价高者得，底价1万块，每次加价1000，现在开始叫价。竞拍拍个屁！今天谁敢出价，就是跟我雷震天作对。老子明天就让他做不成生意！哈哈哈哈哈！林海，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市里的规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1000块，把鱼给我卸下来，不然你就守着这条鱼过年吧。上辈子我记得这条鱼最后被国营饭店拿下，这辈子果然也是这样。好东西，真是百年难遇的好东西啊！这鱼要是摆在我们国营饭店的酒楼大厅，那是多大的牌面！我出5万，我出6万、7万、12万。市长，各位，这条鱼国营馆要定，还请各位给个面子。12万块。成交！姓张的，你别太嚣张，真以为我怕你？雷震天，你最好搞清楚，我们酒楼是领导定点接待的地方，你敢在这儿闹事？
加上红珊瑚的15万跟之前的散钱，够买一栋小洋楼了。身上什么味儿啊？你们走错地方了吧？这里是侨汇小洋屋售楼处，不是码头市场。这栋楼多少钱？这可是带室内卫生间和花园的独栋洋楼，20万块一套，你们买得起吗？别在这弄脏了我们的地毯，赶紧出去！这栋带室内卫生间的3层小洋屋，老子全款要了，马上办手续。老板，您这边请，快请坐，我马上给您倒茶，手续几分钟就办好。海哥，这真的是咱家了，我不是在做梦吧？玉儿，这不是梦，以后咱们一家人就是城里人了。海哥，咱们搬到城里来了，你要买新设备，老宅里那些进口渔网和工具放在那儿也是生锈，我想着把它们全送给村里那些还吃不上饭的渔民用，你看行吗？行，玉儿，你这心肠好，做事周到，真不愧是咱们家的大老板娘，听你的，全送给他们。市里的水比镇上深得多，雷震天这种地头蛇只是个开始。不过我林海已经准备好，在这片更广阔的海域里掀起滔天巨浪了。海哥，这几个月咱们生意太好了，除去日常开销和进货的钱，咱们账上现在整整多出来10万块的闲钱。钱放在银行里是死钱，得拿出来生钱才行。玉儿，我打算去市郊把那个废弃的海湾承包下来。市郊那个废海湾，那地方都荒了好几年了，连个正经的进水渠都没有，包下来能干什么？我打算在那里养金珍珠。金珍珠？那东西可是稀罕货，听说特别挑水质，稍微有点不干净就全死光了。上辈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市郊那个海湾是个天然的活水湖，每天涨潮退潮，海水换得最纯，那里的水质其实是全市最好的，养金珍珠绝对能出极品。你放心，那地方的地形我去看过，每天潮水进出，水质其实特别好。现在那地方荒着，承包费最便宜，咱们现在拿下，稳赚不赔。行，我听你的，下午我就去村委会把承包合同签了。不对劲儿，这水里有一股酸臭味。海哥，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地方水质最好吗？这水都发臭了，珍珠苗放下去肯定活不成。咱们这几万块的承包费是不是白花了？别急，这水不是自然变坏的，这是被污染了。你看这白沫，明显是养殖场排出来的废水。废水？可是这周围荒得很，只有上游有一家大型养殖场，那是雷震天的地盘啊。就是他家。走，咱们找他问清楚。雷老板，生意挺忙啊。哟，这不是林大老板吗？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雷老板，我刚把下游那个废弃海湾承包下来了，我今天去看了水质，你们养殖场的污水全排到我那边去了，麻烦你赶紧整改，把排污口堵上，按规矩处理污水。林海，你这话说的，那废海湾荒了那么多年，没人管没人问，我手底下的工人图省事儿，把污水直接排过去，反正以前也没碍着谁的事儿，以前没人管，现在那地方我包下来了，我要养金珍珠，你排污水，我的生意就没法做。你包下来了，关我什么事儿？我现在要是改排污管道，还得花大几千块钱重新挖沟，
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得花这个冤枉钱？这么说，雷老板是不打算整改了？工人们私下接的管子我也不知道在哪，你想让我整改？行啊，你找出哪个字违规了，我马上堵上。找不出来，就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赶紧给我出去！雷老板，让我自己找出来，那可就轮不到你整改。哈哈哈！你去找，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海哥，这可怎么办？雷震天摆明了就是不想花钱整改，咱们上哪儿去找他那个暗管？这海湾这么大，水底下的情况根本看不见啊！玉儿，别急，雷震天为了省钱，管子肯定接得不深，他不敢白天明目张胆的排，肯定是在退潮的时候偷偷排。现在是下午2点，再过1个小时就是今天退潮最低点，水一退，底下的东西全得露出来，咱们就在这儿等着。玉儿，找到了，这就是雷震天工人偷接的排污管，他们用海草挡住，涨潮的时候根本看不见。喂，我要举报，市郊海湾上游的雷氏养殖场私设暗管偷排污水，暗管位置我已经找到了，你们马上派人过来。林海，你真敢打电话？雷老板，我刚才提醒过你，让我找出来就轮不到你整改。你少管闲事，赶紧把电话挂了，咱们私下解决。我给你钱。晚了，雷老板，你还是准备好交罚款。停下，干什么呢？雷老板，这管子还在往外流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是工人们自己弄的，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是老板，你不知道谁知道？证据确凿，现场抓获。雷震天，你的养殖场严重违反规定，现在正式通知你，养殖场马上停业整改，我们要对你进行重罚。停业整改？那我池子里的货怎么办？那是你的问题，整改不合格，不准复工。林海，算你狠！雷老板，做生意得走正道，你搞这些歪门邪道，早晚得栽跟头。你现在只能去搞点低端海产批发了，好好干吧。玉儿，过来看看，真好看，这颜色真亮，个头也大。这是极品金珍珠，这几个月水质养好了，珍珠长得特别好，大丰收了，大家加把劲儿，把网箱全捞上来。好嘞。林老板，你这批金珍珠品相太好了，又圆又亮，一点瑕疵都没有。现在市场上这种货很缺，大家都在抢。老板，你给个10成价，我出5万块钱，全包了。行，点钱吧。老板，这3颗我不卖，我想请你们店里的老师傅用这3颗珍珠加上纯金，给我媳妇打一顶皇冠。没问题，林老板对媳妇儿真好，手工费我给您打折，钱不是问题，一定要做得好看，用最好的金子。海哥，这东西要2万块钱，太贵了，咱们别买了。玉儿，咱们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在外面跑，没个电话联系不方便。有了这东西，我们就能随时联系了。现在生意做得大，到时候跟各个船长联系也方便。拿这台大歌机，这台大歌机2万块，包起来。好，马上给您办手续。走，咱这批珍珠赚了大的，没我们念念宝贝的礼物。那丫头一直念叨是想学钢琴呢。哇，钢琴！念念，以后你就在家好好练琴，请最好的老师教你。玉儿，打开看看。海哥，这太贵重了。你是咱们家的老板娘，就该带这个。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被罚了款停了业，我也买得起。海哥，这些边角料虽然形状不好看，但颜色还是挺亮的。是啊，卖不上什么价钱，扔了又可惜。海哥，我有个绝妙的生意点子。什么点子？你说说看。咱们把这些边角料找人打个孔，串成小手串和发卡。咱们在市场上的海鲜摊位，只要客人买够一定数量的高档海鲜，咱们就把这手串或者发卡当赠品免费送给他们。当赠品？对，市里那些买高档海鲜的，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太太，他们买菜不差钱，就喜欢这种稀罕的小物件。咱们送金珍珠手串，他们肯定觉得有面子，肯定都愿意来咱们摊位买海鲜。
老板娘，这条鱼我要了，再给我称2斤大虾，够50块了吧？我要那个金珍珠手串。够了够了，大姐，这是您的海鲜，这条手串您拿好，这可是真珍珠，戴着好看呢。真好看，老板娘，你们家真大方。老板娘，给我也来50块钱的海鲜，我也要手串。玉儿，你这脑子真好使，今天一上午的生意比平时3天都多，直接翻了3倍。这叫抓住顾客的心思。咱们海鲜好，再加上这赠品，他们肯定愿意来。这风向不对，气温降得太快了。上辈子就是这个时候，市里遭遇了罕见的超级寒潮，前海一夜之间全结了冰，多少老板的船都被冻在港口里，损失惨重。海哥，怎么了？要出大事了，马上通知所有船长。老钟，马上起锚，通知所有船队全速开往深水海沟，千万别留在前海，马上走。所有船长注意，林老板发话了，马上起锚，把船开到深水海沟去。老钟，这大半夜的风这么大，往外海开太危险了吧？咱们的船停在港口里不是挺安全的吗？前海会结冰，停在港口船就废了。听老板的，马上开船，动作快点儿。这鬼天气，怎么突然冷成这样？雷老板，咱们的船全冻住了，出不了海。这几天酒楼的订单怎么办？出不了海就告诉他们没货，大家都一样，谁的船也动不了。雷老板，听说临海昨天半夜把船全开到深海去了。开到深海？这么冷的天儿，深海风浪更大。他把船开进深海是去喝西北风啊！我看他的船早晚得沉。林老板，你真神了！这片海沟的水温比外面高好几度，一点冰都没结。这叫暖流海沟。天一冷，前海的鱼群为了避寒，全都会游到这片暖流里来，底下的鱼比平时多10倍。下网，今天给咱们送钱的鱼群全在底下。大丰收啊！一网下去全是极品大货。这可怎么办？全城的海鲜都断供了，晚上酒楼的酒席拿什么做啊？是啊，雷震天的船冻住了，其他老板也没货，这下全完了，客人非得骂死我们。有船回来了，是临海的欲念号。林老板，给我来500斤大虾，价格你随便开。林老板，18鱼我全要了，我出双倍价钱。大家别急，我临海做生意讲究诚信，之前定好什么价，现在还是什么价，绝不趁火打劫涨高价。林老板仗义，以后我们酒楼的海鲜全从你这儿进。林老板，生意不错啊，我那边的酒楼催得紧，你匀几百斤货给我，算我欠你个人情。雷老板，实在不好意思，我的货都是按订单发给老客户的，没有多余的货匀给你。林海，你别给脸不要脸，大家都在一个码头混，你把钱全赚了，不给大家留活路。雷老板，你自己养殖场里的海鲜冻死大半，品相极差，根本达不到酒楼的标准。我如果把货给你，砸的是我欲念海产的招牌，品质不达标，我绝对不卖。算你狠，咱们走着瞧。这辆车多少钱？老板好眼光，这是最新款的桑塔纳，真皮座椅带收音机，全办下来要20万。开票，全款提车。好嘞，马上给您办。海哥，这车真气派。玉儿，这几天咱们狂赚了100万，买辆车算什么？玉儿，现在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大，我一个人管不过来。以后船队的财务账目，还有每天的送货调度，全交给你来管。海哥，你放心，我这段时间天天在夜校认字学算账，肯定能管好。我相信你，咱们的老板娘现在十分有精神。那我现在就开始对账。今天发给张经理的货款已经结清了，下午还要安排2辆车去码头拉货，送到东区的海鲜酒楼。好，都听你的安排。记得今天还有家长会，你要是没空就叫我。妈妈再见。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下午妈妈来参加家长会。哎呦，怎么一股子鱼腥味儿，熏死人了！各位家长，
这次我们要特别表扬林念念小朋友，念念不仅成绩好，而且非常懂礼貌，大家要多向她学习。接下来请家长们自行分享交流，小朋友们要去准备节目了。怎么又是你？穿的一身杂牌来参加家长会都不害臊的吗？哪像我这身上可都是名牌，连香水都是最高档的。这位家长，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渔民出身。算你有自知之明，但我们靠自己的真本事吃饭，不偷不抢，不排污水害人，更不会在背后嚼别人的舌根。我觉得靠双手劳动吃饭的人，比那些只会耍嘴皮子、背地里干缺德事的人高贵得多。说得好，靠劳动挣钱不丢人。就是，你这话也太过分了。欺负到我老婆头上来了，雷震天自己没本事，老婆还在外面乱咬人。海哥，我没吃亏，大家都帮着我说话呢。咱们做正经生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玉儿，你放心，我不会去跟一个女人吵架，我要在生意场上给雷震天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雷老板，你这虾怎么死了一大半？这鱼看着也不新鲜啊。张经理，这几天天气不好，货有点受影响，你放心，价格我给你算便宜点。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酒楼要的是品质，客人都挑剔的很，你这货我没法要。经理，您看这，您再通融。张经理，今天的货早就给你备好了，全是大个头的活虾，保准新鲜。林老板的货就是靠谱，以后我们酒楼的货全从你这儿进。雷震天那边我们不合作了。张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可是合作好几年的老母顾了。雷老板，做生意得讲究质量，你这几个月的货要么不新鲜，要么断供。我们酒楼因为你的海鲜被客人投诉了好几次，对不住了，我们只能换供应商。雷老板，不好了！东区的2家大酒店刚才也打来电话，说以后不从咱们这儿进货了，全转去临海那边了。临海？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雷老板，临海的货确实比咱们好，而且送货准时，从不缺斤短两。咱们现在库房里压了一堆死鱼烂虾卖不出去，资金链快断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就得破产了。耍横没用，人家靠的是真本事。我雷震天这次是真的栽了。下面有请我们市今年最大的海产供应商玉念海产的林海林老板上台给大家分享经验，有行业问题也随时欢迎请教。各位同行，我是林海，今天站在这里，我不想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讲2个字：品质。咱们做海鲜生意的，靠海吃海，靠天吃饭，但最终咱们得靠顾客的口碑吃饭。从我们手里送的每一批货，哪怕是一只虾、一条鱼，我都要亲自把关。可这样成本要高出不少吧？这位老板问的，可为了成本，在排污又或者货源上省东西，把死鱼烂虾掺在好货里卖，你们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你们砸的是自己的饭碗。林海说得好，大家也应该多反思一下，怎么前段时间寒潮大家都亏损，只有林海赚得盆满钵满。品质为上，这不就是他的致富经吗？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的蝇头小利，只有把品质做好，保证供货，堂堂正正做人，干净净赚钱，这生意才能长久。我的玉念海产大门永远向讲诚信的同行敞开，大家一起发财。雷老板，有事。林老板，以前是我雷震天不懂规矩，私排污水，恶意竞争，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今天在这儿正式向你赔礼道歉。我算是看明白了，做生意靠耍横根本行不通。你的货品质好，供货稳，我输得心服口服。我现在快破产了，实在没路走了，厚着脸皮来向你请教，想求你拉兄弟一把。雷老板，你能认清现实，说明还没到绝路。做海产，品质就是命根子。你如果真想好好干，咱们可以谈谈合作。沈总，我今天来
是专门为了家长会上的事儿向你道歉的。那天是我嘴贱，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雷太太，坐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大家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把话说开就行。是，沈总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在幼儿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雷老板，你的养殖场虽然停了，但你手里还有几条成熟的物流渠道，我打算把你的渠道合法并入我们玉念海产的供货网，你负责运输，利润按比例分成。林老板，你这是给了我一条活路啊！你放心，运输这块我绝对按规矩办，保证不出一点差错。那咱们就预祝合作愉快。欢迎，里边请。王总，恭喜啊！以后咱们得多合作。里面请。今天林老板公司开业，大家吃好喝好。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玉念海产公司的开业典礼。我们公司能有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更离不开我身边这位最重要的人。今天我正式宣布，沈玉女士出任玉念海产公司的总经理，以后公司的日常运营和财务决策全由沈总负责。谢谢大家，玉念海产会始终坚持品质第一，诚信经营，欢迎各位老板多多合作。两位老板，看这里。海哥，我真的能好这个总经理吗？玉儿，这几个月车队的账目你管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你放心大胆的干，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市里的市场已经稳了，但咱们的脚步不能停。玉儿，准备一下，下个月咱们进军省城。林老板，出事了！咱们准备发往省城的那10车高档海鲜，现在全停在码头，装不上车。怎么回事？车坏了还是货没备齐？都不是，是没冰块了。市里和周边县城所有的制冰厂今天早上突然全部停止给咱们供货。我打听清楚了，是省城那个叫魏东川的海鲜大王放的话，他联合了所有冰厂，全面切断了咱们的工业冰块供应。从市里到省城，大卡车得开7、8个小时。现在天气这么热，没有冰块降温，咱们那些名贵海鲜在车厢里闷着，还没到省中就得全死光。海哥，魏东川这是要断咱们的后路啊！魏东川放出话来了，说咱们要是敢把货发往省城，他就让咱们的货全烂在半路上。林老板，要不咱们先去外地高价调一批冰块过来救急？去外地调冰，那运费得搭进去多少？魏东川以为掐断了冰块就能保住他在省城的垄断地位，他做梦。老雷，通知码头上的装卸工，把车厢里那些用来装冰块的空塑料桶全给我扔下去，一个都不留。全扔了，那货怎么运？跟我去码头干活。老李，这次多亏你帮忙，临海那个乡下泥腿子在市里赚了点钱，就想跑到省城来抢我的地盘，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魏老板发话，我们哪敢不听？您放心，整个周边的冰场我都打过招呼，临海连一块冰碴子都买不到。他那些活鱼活虾，只要敢上路，绝对变成一堆臭肉。我就在省城批发市场等着，看他拉一车臭鱼烂虾过来，怎么收场？林老板，冰桶都扔了，咱们用什么装海鲜？用这个。师傅，按我刚才画的图纸，把这些铁皮焊成几个大水箱，直接固定在车厢底板上，一定要焊结实，不能漏水。老板放心，马上干。焊铁水箱，林老板，铁水箱装满海鲜在里面确实能活一会儿，但7、8个小时的车程，水里的氧气很快就没了，一下还是得憋死。谁说水里没氧气？老雷，我以前在外面见过这种技术，这叫海水制氧活铁运输，发电机供电，气泵不停地往水箱里打氧气，只要氧气不断，这些海鲜在水箱里待上几天几夜都不会死。还能这么干？这办法绝了，不用一块冰，全拉活货。马上装海水，把最贵的海鲜全装进水箱。今天咱们就让省城的人开开眼界。大家听好了，今天市里有个叫林海的要来送货，他一车都没加冰，大热天的拉过来的肯定全是臭鱼烂虾，大家千万别买，免得砸了自家酒楼的招牌。魏老板放心，没加冰的海鲜谁敢要啊？是啊，吃坏了肚子咱们赔不起。
林老板来了，就你也敢进市场？这块有我魏松川，就没你林海的位置了。还是带着你的臭鱼烂虾赶紧滚吧！我的天，全都是活的！这大石斑鱼游得多有劲儿，还有这大对虾，全是活蹦乱跳的，一点都没死。这怎么可能？没加冰，开了8个小时，怎么可能全活下来？魏老板，你断了我的冰块，我就只能受点累，把活鱼活虾直接运过来了。我这叫活养运输，存活率100%，大家随便挑，全是最生猛的海货。林老板，这活鱼比冰鲜的强太多了，给我来300斤，我要500斤大虾，马上过秤。这小子还真叫他找着法子了，我们走。小伙子，你这车厢里的设备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老爷子，是我弄的。您要点什么货？我是省城海产商会的，姓陈，你叫我陈伯就好。我干了一辈子海鲜，因为长途运输死鱼烂虾，赔了不知道多少钱。你这个打洋气的法子简直是个奇迹。小伙子，你能不能教教我，这设备是怎么连的？陈伯，这不难，您等我一下。这是发电机，这是气泵，关键是这几根软管的分布，要在水箱底部打满小孔，这样阳气才能均匀。还有这水箱的厚度得能保温。陈伯，图纸给您，您拿回去找个电焊工，一看就明白。小伙子，这可是能赚大钱的独门技术，你就这么白白交给我了，1分钱不要。陈伯，技术弄出来就是为了用的，大家都能把活海鲜运出去，少死点鱼虾，这市场才能做大。我临海做生意，从来不藏着掖着。好一个不藏着掖着！你这格局比那个只知道断人冰块的魏东川强了100倍。临海是吧？我老头子今天交你这个朋友。你在省城人生地不熟，我手里有5家省城最顶级的酒楼渠道，明天我亲自带你去跟他们签合同。以后在省城，谁敢动你，就是跟我老头子过不去。多谢陈伯。饭桶，全是饭桶，让他拉着1车活鱼在省城出尽了风头，连陈老头都站到他那边去了。魏老板，临海那个活养运输确实厉害，客户全跑他那边买活鲜去了。咱们要不要也去买发电机和气泵，改装几辆车？改个屁！知道一台发电机多少钱吗？一路烧柴又得花多少钱？那临海就是个败家子儿，这种搞法运费都赚不回来。那老板，咱还要用老办法吗？过2天就是今年最热的高温天，我就不信他那几个破水箱能挡得住高温。咱们坚持用传统加冰的办法，多放冰块。我要在高温天用低成本的冰鲜货，把他的高价活鲜彻底打垮。完了，冰块全化成水了，里面的鱼虾全翻白肚皮了。怎么会这样？加了那么多冰，怎么还是全死了？魏老板，这几天太热了，冰块在车上几个小时就化干净了，咱们这批货全砸在手里了。酒楼那边还在催货，咱们交不上货得赔违约金啊！这一下直接亏了30多万。咱这活养车真是绝了，这种天气也半点不碍事儿，都能扩大门面了。林老板，这3间商铺位置是整条街最好的，打通了，面积非常大。不过这价格可不便宜，3间加起来要20万。20万现金全在这儿，马上签合同过户。好，马上签。玉儿，从今天起，咱们在省城也有自己的大门面了。以后咱们的货不仅批发，还在这儿直接零售。海哥，这店面太大了，想做起来就不能太掉价。省城的客户都是有钱人，他们买东西看重的是牌面和服务。那你说怎么弄？海哥，你看，我打算把店面分成2半，前面一半咱们找玻璃厂定做1整面墙的透明大玻璃鱼缸，把最名贵的活海鲜全放在玻璃缸里打上氧气，客人一进门看着就像在海底一样，这叫活鲜展示区。透明玻璃缸养海鲜，这在省城可是独一份啊！这主意绝了！还不止呢，咱们再买2辆带车厢的小货车，车身刷上咱们欲念海产的名字，只要客人在店里买够数量，咱们就用专线车直接把活海鲜免费送货上门，送到他们家厨房里。好，体验式销售加上免费送货上门。玉儿，你这脑袋里装的都是金点子，就按你画的图纸装。
我的天，这鱼看着真新鲜，跟在海里一样。给我捞这条。好的，先生，您买够了金额，留下地址，我们的专线车马上为您免费送货上门，保证到家还是活的。这服务太到位了，以后买海鲜就认准你们家了。念念，你不是爱画画吗？这可是省里最好的学校。念念，进去听老师的话。爸爸妈妈放心，我一定会画出最好看的大海。林老板，省城外商局给您的挂号信。玉儿，你来看看这个。全省外贸海产展销会邀请函，这是省里专门为港商和外商办的展销会，只要能在会上拿出好东西，就能拿下出口大单，赚外汇券，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各位，林海现在的势头太猛了，连外商局都给他发了展销会的邀请函。要是让他在展销会上拿下港商的单子，咱们在省城就彻底没饭吃了。魏老板，那你说怎么办？咱们现在手里的货根本拼不过他的活鲜。拼不过活鲜，咱们就拼底蕴。展销会看重的是稀缺的高档海货，咱们几家联合起来，把市面上渔民手里所有的高档海货，鲍鱼、海参、大龙虾，全部高价买断。我要让林海在展销会那天连一件像样的展品都拿不出来，让在那些港商面前丢尽脸面。林老板，魏东川那帮人疯了，他们到处撒钱，把周边渔民手里压箱底的高档货全收走了。咱们现在想收点极品鲍鱼去参加展销会，根本收不到货。收不到就不收了。那些普通的鲍鱼、龙虾，就算拿去了展销会，也惊艳不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港商。那咱们拿什么去参展？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咱们不去收货，我亲自带船出海，去捞一样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好东西。林老板，前面是迷雾暗礁啊，这地方常年起大雾，底下全是尖石头，大船进去很容易触礁的，咱们还是回去吧。钟大爷，别慌，这地方别人不敢进，但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上辈子就是在这片迷雾暗礁的最深处，有人猫出了一条绝迹多年的宝贝，今天这宝贝归我了。左满舵，避开前面的暗流，准备下重型敌网。老板，网里有大货，绞盘都快拉不动了，加大马力拉上来。这是什么鱼？怎么嘴巴这么尖？鳞片还是金黄色的。百年巨型黄鲟鱼，绝迹多年的海中黄金，快拿刀来！最值钱的不是鱼肉，是它肚子里的鱼胶。今天咱们要震惊整个展销会。我的老天爷，这是极品金钱胶！我在海上跑了40年，只听老辈人说过，这东西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10倍呀！没错，这就是金钱胶。有了这件无价之宝，省城外贸展销会上的所有订单都得是我们玉念海产的。马上返航，把这块胶放进恒温箱里，绝对不能见风。老板，你看我这龙虾，全省最大的都在我这儿了，你们要多少货，我都能供得上。魏老板，你的货确实不错，但我们在湘江什么大龙虾没见过。我们这次来是想找一些真正稀缺的顶级海货，你这些太普通了啦。哟，这不是林老板吗？怎么一件展品都没收到，拿个空盒子来凑数了？我今天只带了一件展品。我的天，这是百年黄鲟鱼的极品金钱胶，这么大，成色这么完美的金钱胶，湘江已经10年没出现过了。林老板，这块胶我要了，价格你随便开，外汇券我马上给你支票。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搞到这种绝迹的宝贝？
我出10万外汇券，我出15万。各位老板，这块金钱胶极其难得，咱们不私下交易。我要求展销会主办方当场为这块金钱胶举办正规的现场竞标会，价高者得。好，林老板这个提议好，我们马上安排现场竞标。完了，彻底输了。极品金钱胶底价10万外汇币，每次加价不少于1万，现在开始竞拍。12万，15万，30万外汇币。林老板，这块胶我们久劳势在必得。30万外汇币成交，恭喜林老板。林老板，以后你们欲念海产的高档货，我们酒楼全包了，合作愉快。林老板，这次展销会你可是给我们大大的长了脸啊！不仅创下了外汇收入的最高纪录，而且你们欲念海产的货源稳定，经营手续完全合规。领导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鉴于你们公司的优异表现和良好信誉，局里特批将全省第1张私营海产进出口许可证颁发给你们欲念海产。有了这个证，以后你们就可以直接跟外商做生意了。多谢领导，我一定不辜负局里的信任。林老板，您看中的这套带大花园的洋楼是我们这里位置最好的，不仅铺了进口木地板，还送全套的高档家具。不过我们这里只收外汇券。没问题，全款付清，马上办过户手续。海哥，这房子太漂亮了，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咱们能住进这种地方。念念喜欢这里。这外贸生意是做大了，但这合同上全是英文和繁体字，看着真让人头疼。上辈子能直接找翻译，现在这年代连翻译也不多啊。海哥，怎么了？港商那边催着签长期供货合同，但我英语水平一般，怕吃亏。要是去外面找翻译，又怕泄露了咱们的商业机密。海哥，这事交给我吧。玉儿，你懂英文？我不懂，但我可以學。我是欲念海產的總經理，外貿對接這麼重要的事兒，我怎麼能一竅不通？雷好係欲念海產嘅沈總，唔該。李老闆，上一批貨品質好好，我哋想追加500座檔單，價格方面有冇得傾啊？李老闆，多謝幫襯。價格方面我哋一直都係最公道嘅，不過既然你追加檔單，我可以做主，運費方面俾你打個9折。合同我晏啲全樽俾你，搞定了，長期出口渠道徹底穩固。玉兒，你現在也能獨當一面了，今天的優秀女企業家非你莫屬。海哥，你看今天報紙的頭條，公海驚現疑似近代沉船遺跡，打撈隊空手而歸。是啊，聽說好幾家打撈公司都去了那片公海邊緣，結果那地方暗流太急，水下地形複雜，連沉船的影子都沒摸到，還損失了不少設備。公海邊緣暗流，我想起來了，上輩子確實有這麼一艘沉船，那艘船根本不在報紙上說的那個位置，而是被暗流捲到了更深的海溝裡，那裡面裝的可是滿倉的極品海炮金絲楠木。玉兒，省城的生意你盯着，我要出趟遠海。海哥，公海那邊風浪大，而且沒人管，很亂的，你非要去嗎？那是老天爺留給我的寶藏，我必須去拿回來。有了那批東西，咱們欲念海產就能直接完成產業升級。林老闆，咱們已經偏離了報紙上說的那個沉船位置幾十海里了，這片海域底下全是深海溝，暗流大的能把船捲進去，咱們真的要在這兒下網打撈嗎？鐘大爺，報紙上說的位置是錯的，沉船早被暗流衝到這下面了。就是這兒，停船，準備深潛打撈裝備。好嘞，下潛水中。李老闆，找到了，底艙裡全是木頭，完好無損。馬上掛鋼纜，一根一根往上拉。老板，这木头怎么还有一股香味儿？这是极品海炮金絲楠木，在深海里泡了上百年，木质已经玉化了。这一根木头在市面上能换一栋楼，满仓的金絲楠全是咱们的了，赶紧干活，全部打撈上來。
海哥，你看今天报纸的头条，公海惊现疑似近代沉船遗迹，打捞队空手而归。是啊，听说好几家打捞公司都去了那片公海边缘，结果那地方流太急，水下地形复杂，连沉船的影子都没摸到，还损失了不少设备。公海边缘，暗流。我想起来了，上辈子确实有这么一艘沉船，那艘船根本不在报纸上说的那个位置，而是被暗流卷到了更深的海沟里，那里面装的可是满舱的极品海炮金丝楠木。玉儿，省城的生意你盯着，我要出趟远海。啊！海哥，公海那边风浪大，而且没人管，很乱的，你非要去吗？那是老天爷留给我的宝藏，我必须去拿回来。有了那批东西，咱们已经偏离了报纸上说的那个沉船位置几十海里了。这片海域底下全是深海沟，暗流大的能把船卷进去。咱们真的要在这儿下网打捞吗？钟大爷，报纸上说的位置是错的，沉船早被暗流冲到这下面了。韦东川，你欠我们的50万什么时候还？展销会上你一件货没卖出去，现在连老本都赔光了。再宽限我几天。我听说林海在公海捞到了金丝楠木，发了大财。公海是无主之地，我也去租船，我也去那儿捞。只要捞到一根，我就能还清你们的钱。哼，你连买柴油的钱都没有，拿什么租船？我把这最后项仓库抵押给你们，把钱借我，我要去公海翻本。魏老板，咱们连个具体坐标都没有，就在临海打捞点附近这么瞎转悠，根本捞不到东西啊！而且这底下暗流太急，咱们这破船扛不住的。闭嘴！给我往下放捞网，把底下的泥沙全给我翻一遍，我就不信临海能捞完。不好，暗流把网卷进了螺旋桨里，快把网砍断，倒车！完了，全完了，我魏东川彻底完了。最后一批极品海珀金丝楠木，成交价500万，恭喜林老板！这批货总共拍了1000万。听说当初卖我玉念号的造船厂，现在生意惨淡，接近倒闭。有了这笔钱，倒是可以把那造船厂收在名下，还能继续扩大产业。这都3个月没发工资了，家里的米缸早就空了。厂子要是真破产了，咱们这大半辈子都在厂里干活，以后出去能干什么？听说李厂长到处找人接手，可是谁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咱们这几百号人全得下岗喝西北风。海哥，这厂子看着都快倒了，连大门都没人修，你真打算花钱拿下这里？咱们手里的钱虽然多，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玉儿，你别看这门面破，这厂子里的造船设备全是好东西，里面的技术工人也是干了10几年的老手。他们缺的不是技术，是钱和活。况且当初玉念号还是在这里买的。林海，你是个念旧情的人，我听你的。我以前就想过，咱们不能只靠买别人的船，想要把海产生意做到最大，咱们必须有自己的造船厂，造出最大的出海大船。走，咱们去收购数。林老板，你的玉念海产在市里确实做得不错，但是第一造船厂是个大厂，欠着外面几10万的材料款，还有几百个工人的工资没发。你要全资收购，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是啊，林老板，这可不是买几艘小渔船。你觉得呢？没有1000万的实打实的资金，根本盘不活这个厂子。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主任，这是我个人的银行存折，里面的钱买下这个焦蚕厂，再补齐所有欠款和工资，绰绰有余。1000万？你真的有1000多万的流动资金？白纸黑字，银行的印章都在上。主任，可以签合同了吗？可以，当然可以。林老板，你这是给咱们市里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马上准备合同。大家安静，听我说，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宣布一件大事，咱们厂已经被玉念海产的林老板全资收购了。从今天起，林老板就是咱们厂的新老板。换老板有什么用？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发工资。就是私人老板人接手，肯定要裁员，咱们肯定得卷铺盖走人。
大家安静。关于工资和岗位的事，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是玉念海产的总经理沈玉，大家最关心的工资问题，我已经核算过了。从明天早上8点开始，财务室全部开门，所有拖欠大家的3个月工资1分不少，全部用现金补发到大家手里。发工资了，终于发工资了，老婆孩子不用饿肚子了。大家先别急着高兴，工资发完咱们还得干活。我看过厂里的人员名单，很多人现在的岗位根本不对口。从下周起，咱们厂进行人员重组，懂电焊的全部调到1车间，懂发动机维修的去2车间。我们根据大家的真实手艺重新分配岗位，只要你肯干活，有技术，我林海在这里保证，绝不无故裁掉任何一个工人。林总办事公道，我们听林总的。谢谢陈总，谢谢林老板。林老板、沈总，工人们拿到工资，干劲十足，各个车间都已经开始正常运转了。那就好，材料款我也已经安排财务打过去了，明天新的钢材就能进场。老高，咱们厂现在活过来了，不能只接那些修修补补的小活，我要干一票大的。林老板，这是什么船？这是1000吨级冷冻加工母船。这船不仅要大，还要在船上直接安装冷冻库和海鲜加工流水线。渔船在海上打上来的鱼，直接送上这艘母船，在海上就完成清洗、冷冻和包装。1000吨级冷冻母船，这技术要求太高了，国内现在还没有哪家私营船厂造过这种船啊！没有，咱们就第一个造。资金我来出，技术问题你带着技术员去攻克，造出这艘船，咱们造船厂就能在全国出名。林老板，今天的货已经全部发往省城总店了，最近生意太好了，供不应求。干得不错。老雷，你看看那边的海水，颜色对不对？颜色有点发红啊，估计是水底下的泥沙翻上来了吧？这几天风大。不是泥沙，这水里有毒。我想起来了，上辈子就是这个时候，全省印海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特大赤潮，海水全变红了，海鲜大面积死亡。这场灾难要来了。什么？怎么会有毒呢？马上通知所有在近海的渔船，立刻回港，把养殖场里的所有进水阀门全部关死。快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这水就变红了，鱼全死光了。别提了，我刚从码头回来，外面的海全红了。听气象局的人说，这是特大赤潮，水里全是毒藻，沾上就死。这么臭，这鱼肯定有毒，不能买了。林老板、沈总，外面全乱套了，特大赤潮席卷了全省近海，省城那边的海产大户们全慌了，都在疯狂抛晒手里的养殖场。抛售养殖场，赤潮来了，养殖场里的水也会被污染，这时候谁敢接盘？是啊，特别是那个魏东川，他之前去公海打捞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赤潮一来，他最后的那个大型养殖场也快保不住了，他急着拿钱还债，把价格压到了最低，到处求人买，根本没人搭理他，咱也赶紧处理掉吧。老雷，你错了。上辈子我记得很清楚，这次赤潮看着吓人，但因为几天后有一场强台风过境，海水一翻滚，赤潮不到1个星期就彻底散了。现在正是抄底的最好时机。海哥，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这么等着吗？玉儿，老雷，你们信我，赤潮不到1个星期就会散，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其他人信不信由他们。我是仁至义尽的，如果还有人坚持抛售，把被抛售的优质养殖场买下来。林海，你真敢买我的养殖场？你就不怕这赤潮闹半年，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哼，我早就把我知道的消息放出去了，赤潮1周就会散，你自己不信，剩下的就不劳魏老板操心了。哼，我付钱，你交地，咱们钱货两清。我才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肯定是假的。林海，你就是个疯子！你花了几百万买了一堆装满毒水的死坑，
我拿着钱去还债，你就在这儿等着破产吧。魏老板，谁是疯子，过几天就知道了。拿着钱，赶紧走。林老板，这水都快红透了，底下的鲍鱼和海参马上就要憋死了。咱们现在买下来，到底该怎么救啊？老高，按我昨天给你的图纸，马上开始安装。快把深水泵抬下来，铁管子一点一点接好，直接往深海方向铺。深水泵，林老板，你这是要干什么？赤潮的毒藻只浮在海水表层，我让老高连夜改了几个大功率水泵，把管子一直抽到深海底。只要把底下的干净海水抽上来，灌进养殖场，咱们的养殖场就是一个绝对安全的活水池。林老板，管子接好了，水泵电源接通了，开闸放水，启动水泵。活了，活了！底下的鲍鱼开始动了，海参也吐泡泡了。林老板，你这法子绝了，这水真干净。只要保住这批核心海产，咱们就赢了。派人24小时盯着水泵，绝对不能停电。魏老板，听说临海弄了个什么深水泵，把养殖场里的海鲜全保住了，咱们是不是卖亏了？保住有什么用？赤潮不退，它的海鲜就运不出去，只能烂在池子里。这赤潮起码得闹2个月，光是水泵的电费就能把它拖死。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明天夜间将有一场强台风登陆我省沿海地区，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哈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赤潮还没走，台风又来了。临海那个破水泵肯定得被台风刮烂，他这次死定了。散了，赤潮真的散了。这才几天啊，林老板，你是不是会算命啊？你怎么知道这赤潮这么快就会走？风浪总会过去，海面终会平静。我不懂算命，我只知道台风一刮，海水上下对流，表层的毒藻就会被冲散。老雷，别愣着了，全省的海鲜断供好几天了，马上安排车队去咱们新买的养殖场拉货，进军市场。好嘞，我这就去安排，咱们这次要赚翻了！这都断货3天了，酒楼里的鱼缸全空了，客人都在骂娘，谁有货呀？全省的养殖场都被赤潮毁了，哪儿来的货？这下全完了。你随便开，翻倍我也要！我要1000斤海参，现钱交易！各位老板别急，货管供。因为赤潮，我们的成本也增加了，价格上调50%，大家排好队，按顺序过秤。这一局稳了。魏老板，赤潮散了，临海的养殖场一点事儿没有，一天就赚了几百万。咱们卖给他的那些养殖场现在成了聚宝盆了，听说还买了私人庄园。你说什么？赤潮散了？
他赚了几百万。我的养殖场，我的钱。这全是我们家的嘛！爸爸太棒了！慢点跑，别摔着。海哥，这地方真漂亮，安静又宽敞。玉儿，以后你就在这儿晒太阳。以前镇上那个码头，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玉儿，都住进大庄园了，你怎么还不歇着？外贸订单让手下的人去对就行了。海哥，这几笔是湘江那边的大单子，我不亲自盯着不放心。海哥，我在想，咱们玉念海产现在名气越来越大，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大客户来找咱们谈生意。是啊，现在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想合作。咱们总不能每次都在会议室接待他们吧？那样显不出咱们的实力。那你的意思是？我建议把那个房间专门改成一间高规格的商务会客室，大客户来了直接接到庄园里来谈，既能彰显咱们的财力，又能给客户宾至如归的感觉，大生意肯定更容易谈成。玉儿，你不仅是贤内助，还是个商业奇才。咱这一路走来都是你在为家里付出，我只是想着我能给你分担一些就好了。林老板，沈总，这庄园不错，看来你们最近的确赚了不少。这位先生，你今天特意跑一趟，不是为了来参观我家的会客室？有话直说。林老板是个痛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是代表四海集团来的。四海集团，全国最大的海产垄断巨头。没错，我们龙老板看上了你们玉念海产。你们在省城搞的那个活氧运输，还有深水泵保鲜，有点意思。四海是来谈合作的吗？合作也不算，这是收购合同。四海集团出资1000万，全资收购玉念海产的所有资产，包括你们的造船厂、养殖场和所有运输渠道。林老板拿了这1000万，你们一家3口就可以在这庄园里安心养老了。1000万，代表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临海没见过钱？我光是公海捞上来的那批木头就不止这个数。林老板，1000万不少了。我们四海集团看上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拿不到的。你最好认清形势，在全国海产界得罪了我们龙老板，你们玉念海产的货连省城都出不去。你回去告诉龙九，玉念海产是我和我老婆的心血，多少钱都不卖。他要是想玩，我临海奉陪到底。代表先生，道不同不相为谋，大门在那边，不送。好，好得很。临海，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走着瞧。海哥，四海集团势力很大，他们肯定会给咱们使绊子。我知道，龙九想把咱们困在省城，那咱们就主动出击，直接打进他的全国市场。海哥，多亏了你，咱们的造船厂、养殖场、外贸渠道都已经成型了，不然两边对上还真不好说。你放心，玉念海产的商业帝国已经有了雏形。接下来，我要带船队去一个地方，只要拿下那里的东西，就能彻底打破龙九的垄断。老高，这破冰船造的不错。林老板，这船底盘加厚了，发动机是最大马力的，绝对能扛住极寒海域的冰层。林老板，船员和物资都备齐了，咱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搞得这么神秘。远征极寒公海，去捕捞利润最高、四海集团一直想垄断的极品帝王蟹。林老板，这鬼地方太冷了，咱们已经进了极寒公海，什么时候下网啊？快了。帝王蟹喜欢群居在深海的海沟里，再往前开10海里，就是帝王蟹最密集的区域。老板，不对劲！怎么雷达坏了？探鱼雷达的屏幕突然黑了，
信号全没了。什么？雷达坏了？这冰海里到处都是暗礁和冰山，没有雷达，咱们就像瞎子一样，船随时会触礁沉没的。龙老板，您这招真高，他们的雷达全废了。林海，听得到吗？我是龙九。龙老板，挺巧啊。巧什么巧？林海，你一个乡下泥腿子也敢来极寒海域跟我抢生意？现在雷达坏了吧？没有雷达，你连蟹毛都捞不到一根。我劝你赶紧掉头滚回省城。林老板，原来是龙九搞的鬼，咱们现在怎么办？赶紧返航吧。返航？我林海出海，从来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老雷，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出发前，我让人给雷达箱装了微型防盗锁，他派来搞破坏的人全被我拍下来。他们这么放肆，也该给点教训。这点手段还想跟我们林总斗？喂，是海上巡捕总局吗？我要报案，四海集团的龙九恶意破坏我方船只的生产设备，企图制造海难，证据和航行日志我都有，请你们马上介入调查。船长，听我的命令，左满舵，避开前面的大冰山，前进3海里，然后右转。老板，没雷达，这底下全是暗礁，我不敢开呀。我来开。龙九以为没雷达我就成了瞎子。上辈子这片极寒海域我跑了不下100次，哪里有暗礁，哪里是海沟，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这都没撞上，林老板，你这技术神了。就是这底下的海沟，下重型蟹笼。起龙！满笼，全是极品大货，发财了！林老板，你没雷达都能精准找到蟹群老巢。继续起龙，今天咱们要把船舱装满。龙老板，临海的船没沉，他们好像捞到大货了。不可能，没雷达他怎么可能找到蟹群？前面的船只听着，我们是海上巡捕总局。龙九，你涉嫌恶意破坏他人生产设备，现在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马上停船接受检查。完了。开仓卸货。我的老天爷，真的是帝王蟹，全都是活的！这么大个头的极品货，我干了10年海鲜还是头一回见。林老板，给我留500斤，价格按月最高价算，我现钱交易。大家别急，排好队，咱们欲念海产的货管够，按顺序过秤。这次有了这批高端帝王蟹，四海集团压根别想封锁欲念海产。忙过这一阵，该去陪陪念念跟玉儿了。林老板，这是刚到港的进口豪华房车，里面带真皮大床、厨房、卫生间，还有空调和彩电，这在全国都找不出几辆。玉儿，咱们这几年一直忙着做生意，都没好好休息过。我买下这辆车，咱们一家人沿着海岸线去自驾游，
好好放松放松。好，听你的。全款，马上办手续，今天就开。念念，看爸爸给你抓个大螃蟹。老雷，今天发往北方的3车货，必须保证存活率。还有，告诉财务，把上个月的账目报表传遮到我住的宾馆。对，一切按规矩办。玉儿，出来玩就好好放松，公司的事儿有老雷他们盯着呢，出不了大乱子。海哥，我闲不下来。咱们虽然打破了龙酒的垄断，但全国市场那么大，咱们不能掉以轻心。海哥，你看这个，这是全国海产价格分布图。咱们这几天沿着海岸线走，每到一个城市停掉，我就去当地最大的海鲜市场转一圈。我把各地的海鲜品种、批发价格，还有当地人的口味偏好全记在这张图上了。北方的城市对海参和鲍鱼的需求量极大，但价格比南方高出30%。你想把以后的扩张重点放在这几个城市？对，玉儿，有了你这份地图，咱们就能精准出击，彻底冲向全国市场。林老板、沈总，出大事了！老雷，天塌不下来，慢慢说。全国海鲜市场突然崩盘了，今年各地大丰收，加上龙九为了报复咱们，故意低价往市场里砸烂货。现在市场严重饱和，海鲜价格暴跌了1半还多。咱们养殖场里的货要是现在卖，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林老板，咱们是不是也赶紧降价抛售，能挽回一点是一点啊？不能降价抛售，现在抛就是跟着龙九一起死。我早有预判，海鲜这东西受季节和产量的影响太大，价格变动是迟早的事。海哥，你的意思是深加工？对，深加工。老雷，马上停止所有鲜活海产的低价抛售，从公司账上撤出1000万资金，去省郊买地。我要建一座全国最先进的、卫生准最高的海鲜罐头深加厂。建罐头厂？林老板，现在建厂来得及吗？来得及。活鲜卖不出去，咱们就把它们全做成罐头。罐头保质期长，不怕坏，而且便于运输。有了育儿这份地图，咱们可以直接把罐头干到内陆那些吃不到海鲜的城市去。我要化危机为转机，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老李，卫生标准一定要严格把关，进车间必须消毒。有一点不合格的海鲜直接扔掉，绝对不能装进罐头里。咱们做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林老板放心，咱们厂的设备是全国最先进的，高温杀菌做得非常彻底，这罐头存放1年都不会坏，味道跟刚出海的一样鲜。海哥，这几天内陆几个省份的供销车又追加了10万箱的订单，咱们的罐头在那边卖疯了。活鲜运不到内陆，咱们的罐头正好补上这个缺口，让车队抓紧装车，24小时不停发货。同志，给我拿10罐红烧带鱼，再拿10罐油焖大虾。大姐，您慢点，这海鲜罐头真这么好吃？好吃！我们这内陆城市平时哪吃得到这么新鲜的海货？这罐头打开就能吃，肉质紧实，一点都不腥。我买回去给家里老人孩子补补身子。快点，快点，给我来1箱，去晚了就抢不着了。龙老板，这都拖了3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到底什么时候结？没钱了，账户上的钱全赔光了。你们把仓库里那些制冷设备拆了拿去卖吧，能抵多少是多少。那些破铜烂铁能值几个钱？你今天必须拿现金出来！别吵了，龙老板已经破产了，资金链全断了，银行明天就要来收房子，你们在这闹也没用。海哥，罐头厂的利润出来了。咱们不仅把之前鲜活海鲜治疗的亏损补上了，这个月的净利润直接翻了100倍。好，这说明咱们转型的路子走对了。林老板、沈总，外面有个人要见你们，谁？龙九。让他进来。
林老板，沈总，坐吧，找我有什么事儿？林老板，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我破坏你的雷达，砸市场的价格，都是我混蛋。我现在遭报应了，四海集团破产了，我欠了一屁股债。那龙老板这趟来是？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是想求林总收购我的几家加工厂，里面的设备都是90%新的，你开个价，只要能让我把工人的欠薪和银行的贷款还上就行。龙九，你的厂子我可以收，设备我按市场价折算给你，不压你的价。林老板，你不趁机压价？我不做那种落井下石的事，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厂里那几个搞海鲜深加工的老技术员必须留下来，他们有技术，只是你以前路子走偏了，把他们并入我的深加工体系，工资待遇照旧。多谢林老板，我替那些老兄弟谢谢你。大新闻啊！原来那个不可一世的龙九被收购了。这个林海真厉害，短短几年时间就把全国的海鲜市场全打通了。现在这玉念海产绝对是咱们省最大的企业了。可不是嘛，这林老板做生意讲究，听说收购的时候1分钱都没压人家的价，这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格局。各位代表，经过全体不记名投票，现在我宣布会长选举结果以及年度企业家获奖人。恭喜玉念海产董事长林海先生以全票通过的结果，当选本届海产行业协会会长。沈玉女士荣获年度优秀企业家称号。林会长，恭喜您当选。大家都知道，您最早只是南方一个小渔村的普通渔民，请问您是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彻底蜕变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的？是啊，林总，玉念海产在几次行业大危机中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越做越大，甚至拯救了无数同行。您成功的最大秘诀到底是什么？我能走到今天，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沈玉。至于你们问的成功秘诀，其实很简单，我们玉念海产从在镇上摆摊卖鱼开始，到今天把海鲜卖到全国，靠的只有8个字：品质第一，诚信经营。爸爸妈妈上电视了，真好看。海哥，今天这阵势真大，我手心里全是汗。玉儿，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玉儿，现在咱们公司成了全国第一，钱也赚够了。我答应过你件事儿，现在该兑现了。什么事儿？我要自己造一艘全国最大的豪华游轮，我们补办一场最风光的婚礼。林老板、沈总，这艘万金游轮全部按照最高标准建造，内部装修用的全是1等1的材料，今天正式下水。老高，辛苦大家了。喷名字吧，就叫沈玉号。海哥，这船太大了，太漂亮了。你是我的妻子，也是我最默契的合作伙伴。我说过，全天下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你。玉儿，这几年跟着我，你受苦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一家。海哥，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觉得苦。上辈子我烂赌成性，在这片海里失去了最爱的人，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老天爷让我重活一回，现在还是在这片海上，我有了最大的船，最爱的人，还有一个完整的家。海哥，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片海真美。